如果你不亲身经历一个西方街头的万圣节夜晚，我觉得人生都会不完整，可能是一年中最值得期待的一天了吧。堪比去了一场小型的迪士尼，而且还不需要什么门票，年年不重样，年年还有新意。脱口秀大会曾经调侃的事情呢，绝对是来源于生活的。万圣节，那真是地狱空荡荡，魔鬼在人间。就你别说美国人在防疫啊、废墟下救人啥的不太上心，但在扮鬼这方面可认真了。那我呢，还是和去年一样，再带大家云游一把，在温哥华普通百姓家的万圣节到底长什么样子。街头拐角的第一家，在去年的视频里我也作为片头画面了，因为去年是这样的，看过我视频的观众应该有印象这个星球大战的主题，没想到今年呢，从头到尾换了一遍，重金打造了一个魔鬼监狱的主题，而且每个牢房都有穿着不同的典狱长。虽然连续的加息没有遏制各种的物价飞涨，房奴的月供还涨了1倍，收入还没有涨多少，但是居民们布置的热情一点都不含糊。我会把每户的装饰配上号码，请大家在视频的结尾留言，写下来今年您心中最佳的鬼屋是几号啊？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家人，去年因为口罩的原因，为了安全距离，他家做了一个管道来送糖，今年也完全换了一个主题，做了一个童话巴士的车，4个演员，还真不知道人物的原型来自哪里，请董哥在评论区告诉我哈。小丑呢，永远是少不了的万圣节主题，每年各种的衍生产品有很多，很多家都是小丑的主题，但是没有重样的。声光电效果其实是最偷懒的装饰办法，但是很吸引眼球，尤其是这个房子着大火的背景画面，还真的挺炫酷逼真的。像这家这种稻草人的主题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恐怖指数适中，也足够的丰富，不像有的家布置的太吓人了，孩子的年龄太小的话，经常被吓哭。其实路上行人也是一道更亮丽的风景线，比如这个孩子就算是婴儿了吧，还没有完全学会走路，就被爸爸拎出来扮鬼了。你别说，真的是完美契合了小婴儿的走路姿势哈，这也太可爱了吧。对了，说起来搞笑，我想起来早上开车遇见了一个最搞笑的，因为太突然了，只拍下来一小段。大家一定想不到，遛狗的是一位一脸严肃的华人大妈，她穿的衣服呢和2个狗子是真的绝配，体型也是绝配啊！希望她不会刷到我的视频吧。在北美，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，可再看看我们现在有多少的孩子的神情和体态都不像是个孩子了。加拿大人都这么的闲情逸致的准备万圣节，根本的原因还是生活的压力没那么大，因为只要你是正规公司的全职员工，每年按照工龄都会有2到6周的带薪假期。加拿大打工族的平均带薪假期为1个月，也就是每年你会少上1个月的班，还有全职工资拿。如果大学毕业，比如说21、22岁就上班的话，只要工作20年，那就是42、43岁就可以申请退休了。如果未来随着医学更加发达，人类都能100岁寿命的话，那后面还有60年左右可以不用工作，逍遥一生了。所以社会上大富大贵的人不多，但是有点钱但很有闲的人很多，他们卷的是如何精彩的生活，而不是卷如何生存。大数据真的很厉害，如果屏幕前的有缘人刷到我的视频，也想换一种活法的话，或者让孩子有一个更轻松的人生，就用你能想到的方式联系我。老粉丝知道我每年都帮助100多个家庭成功登陆加拿大，只需要一辆德国车的钱就能改变全家的人生，是不是很超值呢？其实每年的万圣节我都很有感受，真心觉得国内没有必要过什么圣诞节、平安夜，那都是带有宗教色彩的节日，但是万圣节的确能带给大家的欢乐太多了。我知道现在国内的商场里也都流行布置起来了，那些各种的艺术、体育兴趣班也都给小朋友们各种的装扮，但大家只知道万圣节的形式是 cosplay 发糖果，其实不知道里面的内涵用意。首先呢，一定是把人类必须要面对的死亡这个问题，用一种最能让孩子接受的方式给呈现出来，也让他们从小就会勇敢地面对丑陋和恐怖的东西。这些今天装扮出来的妖魔鬼怪，都会在他们未来的某一天，在他们的人生路上以各种其他的形式一一到来。
谁都逃避不了。到那个时候，儿时的记忆就会帮助每个人勇敢地面对困难，直面挫折，战胜一切。第二呢，是让孩子们学会奉献精神。你知道吗？当我第1年带孩子要糖的时候，就随即出现了一个问题。我想这边挨家挨户的都差不多同一个时间段发糖，那如果别人家跟我一样需要带孩子出去要糖，大家都晚上出门了不在家怎么办呢？后来我发现，如果是年轻夫妇带娃的家庭，在万圣节这天会把家里的长辈和亲戚叫来帮忙发糖给别人家的孩子。这点在华人移民的第1代甚至是第2代都很难做到，因为如果想让自己家成为万圣节晚上的风景，主人就需要花重金买下各种的装饰物和电动模型回来，精心布置得花很多的心思和好几天的时间，就为了万圣节这一晚上几个小时能让邻居街坊们高兴高兴，转天就要收拾存放起来，占空间不说，明年为了不重样呢，还得添置一些新的。我有个上海的邻居就说，这么干呢不划算，所以万圣节当晚，他为了不让别的孩子来要糖，干脆去朋友家聚会了，家里的灯一黑就没有人来了。所以在华人区，不管住多漂亮的房子，多好的豪宅，家里多有钱，不仅不会布置万圣节的装饰，而且这一天晚上一定都是漆黑一片。我愿意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，我愿意花钱买别人家孩子的高兴。扪心自问，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？去年我发万圣节的视频，就有网友留言说，那都是富人区，收入高才这么有闲情逸致整这些。其实这些区域呢，只能算是中产阶级，就是社会中最中间的那股力量，最能代表这个国家价值观的群体。华人在温哥华处于社会的两端，一些人是属于最有钱的那么一群人，其他的呢，除了中产，就是只知道埋头打工赚钱寄回国内，甚至是没有合法身份的打工族。华人的富人呢，到世界任何地方，相信我，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能正常缴税就不错了，怎么会关心为社区做点什么呢？如果想融入西方的社会啊，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从万圣节入手。你是否愿意花心思花金钱，为了让陌生人开心呢？这也是我做视频的初心，是否可以完全不为了流量博眼球，用心做好每一期的视频，让观看者开心放松几分钟，或者引发思考那么一小会儿呢？我相信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，他的心里也会装着别人。最好的教育一定不是从书本上写的，是孩子每天经历的生活和周遭的环境。为什么俄罗斯觉得自己的国家都需要加引号的保卫了，可像本族人征兵都征不到？为什么欧美那么多的国家的老兵们都退伍很多年了，还愿意回到战场上，冒着生命危险去支援和保卫一个和自己没有关系的国家，只为了心中那份正义？这应该就是境界的不同吧？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这么觉得呢？每年的万圣节视频，我都是最不在乎流量的一期，但也是我最爱说心里话的一期，全当是等我老了留给孩子们回忆的情书吧，让他们知道爸爸妈妈当年为什么一定要带他们出来的原因。最后还是要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特伦哥的频道，提升您的认知，丰富您的谈资。我们下期再见。